天才少女冯雅预测未来10年，我布局国外电商，反攻亚马孙。不愧是天王星培养的终极大杀器啊！商少谬赞了，我没你说的那么厉害。精通芯片、制药、建筑等多门科学，14岁就通过了被誉为天下第一难考的注册会计师考试，同时还是1级结构工程师、注册岩土工程师、1级建筑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，还对 IT、金融、营销等有着极其深厚的造诣，会12国语言。我觉得你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，而是变态。若非天王星自小倾尽资源培养我，我不会有现在的成绩。你记住了，你的命是天王星救的，你生是天王星的人，死是天王星的鬼。天王星隐藏了你28年，就是为了去解决他老人家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人，那个人就是3金。我打算先潜伏进心愿资本，等取得3金的信任之后再行动。在此之前，请不要跟我联系，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，甚至可能我会站在你们的对立面，但请务必完全当成3金的人来对付我。出了商王府，望着远处的夕阳，冯雅喃喃自语：做完这次任务，我真的可以自由了吗？boss， 我们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38%了，再继续保持下去，一定能逆袭淘宝，登顶电商行业的。呵呵，现在你知道为什么3金跟咱们打官司的时候反应那么大了吧？那批卖家的老客户占的流量十分庞大，3金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把他们交给咱们，可惜呀，官司最后是我赢了。贝索斯从来没想过3金会为他故意刷单。boss， 现在乐淘被咱养的蒸蒸日上，甚至都快超过咱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了。你说的那个电商售价立法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？应该快了，你别着急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想要在电商领域称霸，前期必然是亏本的，甚至要做好前10年都是亏本的准备。不过嘛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用点招，让他早点定下来。老板，你让我招聘的助理，我帮您物色到好的人选了。因为何超琳要跑的项目太多了，所以3金身边需要一个助理。至于莫甘娜，何超琳压根没考虑过。男的？女的，而且是个大美女呢。面试情况如何？冯雅，帝都大学天才班出身，14岁就考了注册会计师，18岁哈佛大学硕士毕业，诸多名头加身，让3金2人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。行，让他过来进行终面吧。没多久，冯雅自信地来到3金面前。你的情况我大概从何秘书那了解了，他对你非常欣赏，所以你获得了这次的终面机会。我知道你头衔很多，履历非常光鲜亮丽，但我是个实用主义者，一切以成绩和工作能力说话。下面我问你的问题，请你以实际出发，如果不能让我满意的话，那么我只能说抱歉了。您请问？新愿资本的主业之一是房地产，从2000年到05年，大夏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，从而导致房价增长过快。如今帝都的均价已经涨到接近1万了，核心区域的房子甚至已经达到了3万多一平。现在有消息说，房地产会进行调控，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，都希望房价降得更猛烈一些。我也跟很多专家进行过讨论，也认为房地产目前泡沫过剩，准备收缩红星房地产的扩张速度。那么你认为房地产目前是否泡沫过大？红星房地产公司是不是该谨慎前行呢？3金抛出了一个陷阱，一般人哪怕是诸葛婉儿也会顺着自己说。我跟金总的意见恰恰相反，我认为目前房地产的泡沫并不大，红星房地产在未来10年应该极尽所能的进行业务扩张。何出此言？如今房价下跌已经成了老百姓最迫切的期望，房子上涨会造成物价上涨，让大家生活成本变高，房子太贵，租售比严重不合理，早晚要崩盘。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。基于这3点，我没有理由不认为官方很快会出调控措施。首先，房住不炒问题，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。房子包括房屋以及土地2个部分，房屋本身只有居住价值，而土地所具备的稀缺性决定了土地的投资价值。房地产贵的不是房屋，而是房屋下面的那块地皮，所以商品房具备了投资与自住双重属性。第二，您说房子太贵，租售比严重不合理，这个问题比较大，我们要从国民的收入结构来分析。我国的国民收入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，既然是金字塔，最底端的中低收入者占据了金字塔的最大比例。但是您要知道，金字塔顶端即便只有10%的人口，那也是1.3亿的庞大数字，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口总和。当低收入者们努力挥洒汗水，期望自己能年薪过3万、5万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做梦也想不到精英们手里拥有多少财富，这就造成了十分巨大的认知偏差。低收入人群认识的都是低收入人群，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没钱，买不起房，但精英人群考虑的根本不是买不买得起房子的问题，而是买的房子金融属性如何，值不值得的问题。所以我认为未来10年房价还得涨，甚至涨价的幅度可能比之前更猛。帝都现在均价1万，核心区域3万，很可能10年后均价5万，核心区域10几万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就不是卖给普通人的。从古至今，能住在帝都的就没有几个普通人。听到这里，3金连吞了几口口水。2005年的冯雅预言的未来房价趋势居然全对。至于最后一个问题，房价上涨造成物价上涨，
简单而言，物价上涨是经济过热，钞票印多了的结果。而房地产因为稀缺性比较吸金，所以吸收了大量的钞票，以至于大家看到了房地产的飞涨。其实，如果房地产不具备吸金功能，那么农产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房租等就会大幅度上涨。这是因为多出来的钞票总要有个流向，不流到房地产，就会被生活必需品的上涨来吸收。金总，其实红星房地产在未来10年的布局一定是激进的，不惜全力加杠杆进行扩张。我不认为您会像之前说的那样收缩房地产方面的布局。说得好，难怪你能拿到那么多头衔，原来是有真本事啊！如果没有真本事，我也不可能来应聘这个职位。其实我的最终目的是成为新苑资本的高层，像马福报、马腾那样最终成为身价数千亿的企业家。助理从来都不是我的最终目标。我欣赏你的野心，如果你能力真的强，新苑资本一定会给你这样的机会。冯助理，以后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金总。等冯雅走后，三金接到了江鹏岳的电话。冯雅没什么问题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从小到大都是风云人物，所有履历都能查到。之前好几个发达国家的财阀都点名想要他，他却毅然回国，想来应该是有些爱国成分在里面的。隔天，冯雅极快地进入了工作状态。金总，下午跟马总的碰头会议安排在3点钟，按照您的习惯，大约会持续2到3个小时。中午我为您和夫人订了一家不错的江北菜餐厅，很有特色，随时可以去用餐。冯雅，你应该了解过淘宝跟乐淘之间的恩怨吧？大概了解过。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搞一搞乐淘吗？是致命的还是不致命的？先说不致命的。目前乐淘极其重视买家，这其中有一个薅羊毛的办法，那就是去找一些发货不及时、平时也比较不上心的店铺，让人去大量下单。一旦对方没及时发货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投诉，要求赔偿损失。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，卖家肯定会被恶心的够够的，处理不好就会发生注销网店的事件。没想到年纪轻轻的还挺损啊！那你再聊聊致命的。假货。什么意思啊？乐淘那边卖假货的太多了，我就不信官方不会出来管。但是以目前的法律，乐淘只是默许卖家卖假货，自己并没有实际参与到其中，所以乐淘本身的政策风险不算很大。但是如果他参与到其中了呢？继续说。贝索斯为了加速乐淘的发展，肯定愿意进一步冒险。这个时候就差有人引导他踏出这一步了。咱们派商业间谍过去，引导贝索斯走出这一步。那么等到政策下来的时候，乐淘倒闭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三金低着头，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。我是以重生者的思维去推出来的这条计谋，可是冯雅呢？金总，你的计谋不错，我会找人去执行的。这次叫大家来，是想商讨一下咱们该怎么提高利润率呢？目前乐淘的模式是提供流量，充当平台角色，但利润呢大头在货源批发商和买家那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咱们能把乐淘卖的商品规模化，对货源进行统一采购，以更低廉的价格把货物输送到买家手里，甚至我们去收购一些货源批发商的厂子，自己做批发生意，这样我们就能从货源、买家、平台、快递、买家5个方面同吃利润了。这个办法好，咱们的卖家量特别大，绝对有资格去跟那些批发商进行谈判，统一拿便宜货。甚至我们不光可以协议价格，还能让工厂给咱弄乐淘专供的款式。贝索斯越说越兴奋。如果这条路走得通，我们后期就自己搞工厂，不让中间商赚差价。哇塞，我觉得这样太冒险了。以现有的大夏国法律，咱们平台卖家售假，要是真的追究起来，平台的责任很小，撑死了罚个几十万都算是顶格处罚了。但咱们要是参与到了制造、批发的环节中，那性质可就变了。这个你放心，咱们手里的空壳公司很多，随便找一家，只负责从工厂接货，再通过物流发给乐淘的各个卖家。一旦将来追查到了空壳公司头上，咱们立刻放弃。反正我们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，官方想查都没办法查。而且这公司账户里我不会存放资金，就算倒闭了，那也没有任何损失。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你放心，我会像当初做亚马逊那样，先积累足够的用户，将来时机成熟再做转型，然后一举取代淘宝。咱当然不可能做一辈子的假货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好人。你提的这个建议不错，这2天你就和乔恩把这件事给我搞定。2天后，好人跟乔恩不但搞定了乐淘专供款式，甚至还收购了2家生产服装的工厂。事情怎么这么顺利啊？我来大夏国就没这么顺过。哈哈，顺利一点不好吗？老总，我们大夏有一句话叫否极泰来，意思是怀孕到了头好运就来了。咱跟三金斗了那么久，一直在倒血霉，现在这就叫否极泰来了。你说的对，好人啊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这件事没你公司想办成，肯定得费一番功夫。应该的，拿着乐淘的工资，我当然得尽心尽力了。等乔恩走后，好人打了一通电话出去。老板，好事已成。又过了几天，三金拿到了好人搜集来的证据。再等2天就能去官方那边提交证据，摊牌掀桌了。马上就能整垮乐淘了，想想就激动。仅仅是干倒乐淘你就满意了？哎，boss，你是想在老子的大本营跟老子抢了1年的地盘，最后只是亏点钱就想回去了？他贝索斯愿意，我三金不愿意。老马，我准备依托 TT 公司布局国外电商，反攻亚马逊。